园里有一只母猫失去了自己的幼崽，整日郁郁寡欢。碰巧的是，突然有2只丧母的小老虎正嗷嗷待哺。出于伟大的母爱，母猫主动收养了这2只虎崽，每日喂奶，悉心照料，当成自己的亲生子，仿佛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使命感。当他们最终被分开时，双方都十分不舍。3年后，命运再次让他们重逢，而见面时的场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萨莎，这只曾经活泼而受欢迎的动物园猫，最近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它失去了自己一整窝的小猫，心情极度低落，仿佛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饲养员娜塔莉亚走到动物园的小商店，准备为萨莎买些零食，希望能稍微提升她的心情。正当她准备走过去时，一阵奇异的声音穿透了动物园的喧嚣，这声音带着一种急迫和悲伤，与萨莎平时的呼唤声截然不同。娜塔莉亚的脸上原本的微笑瞬间消失，心头涌上一股不安的感觉。她立刻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西伯利亚虎的围栏。西伯利亚虎通常不会发出太多声音。娜塔莉亚心中闪过一丝疑虑，难道是小老虎生病了？她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加快了步伐走向围栏。随着她越来越接近，那种哀伤而无助的叫声也越来越清晰，令人心碎。娜塔莉亚穿过铁栅栏，走进了虎舍，她的目光立刻锁定了那2只小小的虎崽。它们瘦弱的身躯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母虎远远地站着，眼神冷漠，看着它们，似乎在宣告：我已经不想管它们了。娜塔莉亚的心被沉重的担忧压得喘不过气来。过去几天，母虎的情绪一直不稳定，对小虎崽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烦躁。没人想到它会在围栏里完全抛下自己的孩子。小老虎没有母亲的照顾，生存的机会几乎为零，留在这里无疑意味着死亡。娜塔莉亚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走向小虎崽，她的动作既轻柔又坚定。成年虎四处游走，它们对小虎崽的哭声感到困惑，随时可能扑过去。如果它稍有不慎，可能会引发一场致命的灾难。它靠近了那2只小虎崽，它们瘦得皮包骨，肚子凹陷，湿漉漉的毛发似乎无法保护它们，生存的希望几乎没有。毫不犹豫的，娜塔莉亚将2只小虎崽抱起，一个放在怀里，一个抱在臂弯。尽管它们是老虎幼崽，可在她怀里，它们脆弱得如同任何一只流浪的小动物。她迅速走回饲养员的宿舍，其他饲养员看到这一幕愣住了。娜塔莉亚把小虎崽轻轻放到桌子上，语气急切而充满焦虑：他们的母亲不要他们了，但我们不能放弃，需要奶瓶，看看有没有奶水，找到任何可以让他们温暖的东西。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饲养员们忙得不可开交，紧急准备着所需的物资。每个人都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将是一场艰难的生死考验。然而，娜塔莉亚的内心却隐隐觉得，这件事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就在她忙碌的时候，一个模糊的记忆突然浮现，她猛然想起了萨莎，那只动物园的猫，曾经也不愿意放下她的小猫。她曾经历过相同的痛苦和挣扎，现在她感觉到一种不寻常的联系，仿佛这2只小老虎和萨莎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纽带。当萨莎悄悄走近时，她穿过了紧张不安的饲养员之间，耳边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种曾在她失去小猫后困扰她多日的绝望呼喊。她挤过围在工作台周围的饲养员们，跳上桌子，看到的景象让她几乎惊呆了。那是2只小老虎。萨莎最初愣住了，
这两只小虎崽并不是他的小猫，但那种母性本能让他无法分辨它们与自己小猫的不同。他的直觉驱使他低下头，轻轻地用头顶推了推其中一只小老虎，把它拉近自己。萨莎开始仔细地观察它，轻轻舔舐它的毛发。小虎崽虚弱的几乎没有反应。刚开始，萨莎舔得更加用力，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咕噜声。饲养员们互相交换了惊讶的目光，难道这真能成功吗？在萨莎坚持不懈的关爱下，那只小虎崽终于开始动了动。随着萨莎转向清理第二只小虎崽，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他的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这种从未见过的母性力量让所有观察的人都感到震惊。萨莎的行为不是游戏，也不是简单的亲昵，而是一种强烈的育儿需求。萨莎安稳地躺在小虎崽们身边，她用下巴护住它们，身体覆盖在它们身上。周围的饲养员们都屏住了呼吸，空气中充满了压抑的静默。娜塔莉亚看着这一切，几乎不敢动弹。按照常规，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违反了所有关于动物照护的规定。但她知道，打断萨莎这一举动，打破这份意外的母性关系，几乎是对自然的亵渎。萨莎开始扮演老虎妈妈的角色，这一切让大家感到难以置信。前所未有的举动让传统的动物照护理念变得苍白无力。总部的彼得坚持认为，萨莎和小老虎必须分开，而娜塔莉亚则坚持反驳，语气中带着坚定。过去几个小时的忙碌让我无法置之不理，我们难道不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吗？理性与本能在他心中激烈碰撞。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大家都同意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但对是否让萨莎继续照顾小老虎存在分歧。家猫能否抚养健康的虎崽？而且萨莎自身的安全又该如何保证？最终，一个谨慎的折中方案被提出：小虎崽不会被立即带走，而是会被转移到一个更大的围栏中，这样可以为它们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同时减少成年老虎因过于激动而可能带来的危险。兽医帕维尔被指派负责监控萨莎的健康状况，补充喂养成为关键。萨莎无法提供足够的奶水给小老虎，所以需要额外的营养、维生素以及细致的观察，以保证它的体力。随着太阳开始下沉，萨莎和小虎崽们被迁移到更大的围栏中。萨莎出奇的平静，轻轻地用嘴叼起每只小老虎，把它们小心地带到角落的垫子上。小虎崽似乎对这一切毫无察觉，依旧蜷缩在萨莎身边，安稳地入睡了。几天变成了几周，动物园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常态：游客被禁止进入这个围栏，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标牌。饲养员们定期给萨莎送去食物和水，清理她的排泄物，而萨莎则警惕地盯着它们，眼神中透着警觉。尽管如此，她始终守护着小老虎们，丝毫不容许任何可能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老虎们渐渐长大，眼睛开始睁开，食量也变得更大，很快就开始在围栏中蹒跚学步。令人惊讶的是，萨莎似乎顺应它们的成长，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带着本能的母性与它们互动。她开始和它们嬉戏，轻轻地咬住它们，教它们如何打闹。每当它们需要安慰时，萨莎就会蜷缩在它们身边，发出柔和的咕噜声，尽可能用自己微弱的奶水安抚它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逐渐被萨莎的坚强母性所打动。兽医们的报告显示，萨莎虽然稍显瘦弱，但总体健康，而那两只小老虎也在健康成长。
它们的体重逐渐增加，毛发更加光滑，精力充沛。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正在发生，新闻很快传播开来，首先是地方媒体，然后是全国范围的报道。国际媒体也纷纷涌向动物园，争相报道这段不寻常的母子情深。头条新闻写道：一只动物园猫抚养老虎幼崽，记者们纷纷扎堆在动物园门外，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动物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娜塔莉亚发现自己不得不应对大量的采访请求，抵挡着记者们的追问，面对成群的摄影师和不计其数的问题，而每个人似乎都对萨莎的未来有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许多动物收养机构也纷纷提出收养请求。大多数动物保护组织和异国动物园提出了将小老虎们转移到专门庇护所或其他异国动物园的建议。这些提议通常伴随着对动物园决定允许这种不自然局面继续下去的隐晦批评。娜塔莉亚每次读到这些邮件和提议时，心中的沮丧和无奈便与日俱增。的确，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动物园里都算得上是极为罕见，甚至有些难以接受。但难道眼前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萨莎和小老虎们不仅仅是在勉强维持生存，它们在这个非同寻常的环境中已经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小老虎们那圆滚滚的小肚子一天天变大。娜塔莉亚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礼貌地婉拒了所有的转移建议，并且毫不犹豫地驳斥了那些批评她决策的声音。他的信心也在帕维尔博士关于小老虎健康的详细报告中得到了支持。最重要的是，娜塔莉亚始终坚定捍卫自己对这种不寻常家庭模式的信任。动物园围墙内形成的这种不寻常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加深厚。随着小老虎们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它们渐渐不再是小猫崽，而是已经变成了蹒跚学步的青少年，个头渐渐超过了萨莎。尽管小老虎们的顽皮表现逐渐变得更加猛烈，作为他们的母亲，萨莎依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呵护。她那光滑的猫毛常常因为小老虎们的打闹而变得凌乱不堪。每当他们玩得过于激烈，萨莎就会无奈地挥爪子把他们赶开。然而片刻之后，他们又会从背后扑过来，模仿着伏击的动作。在这些嬉戏的瞬间，萨莎依旧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尊重，即使他们逐渐变得更加高大、强壮，甚至超过了萨莎的身高和力量。但这两只老虎从未忘记是谁在他们最脆弱的日子里保护了他们。他们偶尔会用笨拙的舔舐来表达他们对萨莎的感情，虽然他们的舌头天生适合从骨头上刮下肉来。每当夜幕降临，小老虎们依然会依偎在萨莎身边，像是依赖着她的温暖。萨莎则用她那低沉的咕噜声安抚他们，就像母亲用轻柔的声音哄着孩子入睡。他们像是一群母猫的孩子，围绕着一位看似柔弱的女王。她是那只闪亮的虎斑猫萨莎。日子一天天过去，6个月的时间仿佛转瞬即逝。现在，萨莎已经被这两只越来越强壮的小老虎远远超越。它们的顽皮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游戏，而是带着力量的碰撞和试探。它们的咬合力和爪子的挥舞，现在足以轻松撕开皮肉。娜塔莉亚知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终究会到来。大自然的法则不会因为他们的故事而有所改变。萨莎不能永远保护这些小老虎，而他们也需要更多的空间去真正成长为他们应有的样子。经过与帕维尔博士的商议后，娜塔莉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他们准备一个宽敞的专用围栏。
围栏有着加固的栅栏和多个分隔区，既能保证喂食和观察的安全，又能给小老虎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这个新围栏已经准备好，等待它们迁入。分离的那一天，笼罩在一种沉静而压抑的氛围中。萨莎似乎感觉到了不对劲，她不停地徘徊，发出低沉的焦虑呻吟。通常活跃的小老虎们此时也显得异常安静，它们偶尔会用身体轻轻蹭着萨莎，仿佛在寻求安慰。这一切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几乎像是冷静理性的手术。饲养员们带着麻醉针，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围栏。首先是萨莎被安抚并温柔地制服，接着是小老虎们，它们很快失去了知觉，瘫倒在地。小老虎们被小心翼翼地搬到了新的围栏里，留下一脸迷茫与心碎的萨莎。娜塔莉亚蹲在萨莎的身旁，试图用柔和的声音安慰她，轻轻抚摸她的身体，但萨莎的眼神依旧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尽管心如刀割，娜塔莉亚知道这是一次必要的痛苦，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接下来的几周异常艰难，小老虎们开始在新围栏内四处游走，它们显得焦躁不安，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迷茫。而萨莎变得与以前截然不同，她不再活泼，总是静静地坐着，凝视着空空如也的围栏，尾巴不时抽动，显然正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小老虎们渐渐适应了新环境，甚至与动物园里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进行了接触。它们似乎在新家中还是挺开心的，但娜塔莉亚时常能看到它们凝望远方，眼神中带着一丝渴望，仿佛在等待什么。而娜塔莉亚清楚，他们在等待的是谁。而萨莎也开始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尽管她的内心深处依然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大自然的法则要求母亲与幼崽最终分离，然而萨莎依旧能闻到艾莉亚和米莎身上的气味，他们依然待在动物园内。萨莎觉得自己有责任继续照顾他们，而人类却阻止了她这样做。娜塔莉亚看着这一切，心如刀割，为双方的痛苦感到难过。然而，似乎没有人愿意再听她的意见了。老虎们的情况还算不错，而对于萨莎来说，其他动物似乎并不太关心她是否过得快乐。毕竟，在他们眼中，她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猫。3年来，娜塔莉亚与这些偏见做斗争，3年来她都失败了。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动物园任命了一位新的经理，他对事情的看法与前任不同，他更愿意倾听娜塔莉亚的意见。这位新经理也是一位母亲，她知道与孩子分离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她自己绝对不希望任何母亲经历这样的事情，更何况只是一个简单的猫咪。所以，当娜塔莉亚再次提出让萨莎与她的孩子们重聚时，管理层最终同意了。那天，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工作人员们一遍又一遍地复习着安全程序，麻醉枪已经准备就绪，逃生路线也经过了精心设计。娜塔莉亚首先走进了老虎的围栏，萨莎犹豫了一下，紧随其后，然后关上围栏，与广阔观察区之间的巨大铁门缓缓打开。首先出现的是艾莉亚，然后是米莎，他们眯起眼睛，踉跄着走进了阳光下。这2只庞大的老虎停住了脚步，耳朵竖起，鼻孔张开，它们仿佛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它们是否忘记了曾经照料它们的人的气味？时间在大自然中拉长了，它们已经被拉向不同的方向。娜塔莉亚屏住了呼吸，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这会是一次快乐的重聚，还是一次无情的确认，证明他们之间的纽带已经不可修复地断裂了？
萨莎靠近他们，但在他的绿色眼睛中闪烁着一丝认出的光芒。艾莉亚低下头，用力地蹭了蹭萨莎的身体，米莎也随之跟上，毫不惊讶。那一刻，娜塔莉亚的嘴里发出了一声惊叹，随着老虎们的靠近，震耳欲聋的吼声回荡在空气中，仿佛震动了整个地面。萨莎开始用身体摩擦他们的腹部，她自己的嗓音也跟着变得更加激动，没有嬉戏打闹，也没有玩耍的低吼，只有一种无可否认的深情流露。娜塔莉亚的眼中不禁涌上了泪水，她亲眼见证了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那不仅仅是一次重聚，而是证明了萨莎，一只普通的猫，在这些小老虎身上倾注的爱，早已深深地印刻在它们的灵魂里。这份爱跨越了物种的界限，成为了无可否认的真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并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见。